人造酒窝，你回来了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啊？怎么了？我去见了一个认识徐静阳的人，知道了一些关于他的消息。那不是挺好的吗？干嘛哭啊？没想到我找了这么多年的人，却再也没有机会见到他了。他怎么了？他不在了。别哭。别哭了，别哭。所以是范小小窃取了许晋阳的灯塔系统核心代码，然后自己悄悄的做研究吗？对，白先生说，诺亚方舟虽然只是一台游戏舱，但它的系统设置跟硬件技术和灯塔系统极为相似。唯一的区别在于，诺亚方舟没有提及记忆干预。那就很奇怪，范小小是怎么知道许晋阳正在做这一项研究的？而且像卢教授这样的人都未必能清楚。许晋阳前脚拒绝了范小小，后脚就出了事儿，真的死无对证。他用许静阳的心血作恶，之后还要用他大肆敛财。我一定要找到证据逼他停下来。那你想到办法了吗？我就怕我们逼得太紧，对你会有危险。这样吧，明天我去给范小小做专访，你跟我一起。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蒋波也在那里。有话说就去，省得你放不下他。好。一会儿你负责范小小，我负责找蒋博。借机行事，虽然我采访当幌子，恐怕范小小也不会轻易给我们找人的机会。走吧。齐先生，工作的场合还带着女朋友，不合适吧？范总对我们的情况很了解呀。可是我没有请你。送客。我是来见蒋老师的，我跟他有一点工作上的交接问题，需要当面说清楚。他不在。是吗？那只能报警了，我已经2天没联系上他了。哦，对了，祁连，你的录音笔开着了吗？开着了。范总，请他下来一趟，应该不费事儿吧？你既然这么爱较劲，好，我也实话跟你说，他就在上面，下不来。
齐先生，我下面说的话，也请你一并都记在你的报道里吧。蒋博有严重的躁郁症，我不希望他一直在屋里待着，也不愿意他完全融入社会，更不希望因为我的身份，让无关的人骚扰他。我还查到一件被你隐藏的旧事。蒋博10岁那年，捅死了自己的养父，曾一度被关进精神病院。那人也是位化妆师吧？我记得他还挺有能力的。可惜后来丑闻不断，酗酒、赌博、家暴，婚内出轨一样不少。你一定十分记恨这位丈夫啊？是不是不止一次想过，如果可以一刀捅死他，又不用坐牢该有多好？10岁的孩子，又患有轻微的精神疾病，没有比他更好的人选了。妈妈回来啦！小博，妈妈不是故意，一会儿警察叔叔来，你千万不能说是我干的，听见没有？听见没有？听见没有？啊，听见了吗？听见了吗？啊！这也是你一直对外隐瞒蒋博是你儿子的原因吧？当然，这些都只是我的主观臆断，自然不作数。但是，一旦公之于众，悠悠众口可就堵不上了。范总，我们只是想看蒋博一眼，这样的要求不过分吧？你跟我绕了这么大一圈儿，不就是为了想见蒋博吗？行，小周，你现在就带江小姐去见蒋博，让他亲眼看看我有没有说谎。江小姐，请吧。走，你先在这儿坐一下。要不要喝水呀？你想吃东西吗？如果蒋博没有参与进来，那他为什么会把小袁留在身边呢？该，你要是累了就歇一会儿。啊。我给你煲点汤吧，心情不好的时候喝点汤会好很多。事先声明一点，我对他的特殊照顾只限今晚，明天就给我走人。
给他煲的汤，他一口都没喝。他也怪可怜的。要不你多收留他几晚吧。那我先回去了。我送你。好。我已经跟学校办好了离职手续，明天就可以搬出来了。到时候去日日家住2天。你可以住我这儿。怎么住啊？你家沙发都被蒋博占领了，难不成你还要赶他出去啊？你睡卧室，我睡客厅沙发，他睡门口，顺便开门。他又不是看门的，你干嘛欺负他？反正工作完了之后，我们就会搬出去的。什么你们我们的呀？到底谁才是你正牌男朋友啊？当然是你啦。蒋博现在处境可怜，我们帮一下也是应该的。收留他一阵子没问题，但过段时间之后，你真的要继续做他的助理？他跟我们出来，范小小肯定会在全行业封杀他，估计应该没有人敢用他吧。如果想要生存下去，可能就得开个人工作室了。而且以他的能力，接点私活应该不成问题吧？我就继续给他当助理呗。一来提升自己的能力，二来也能积攒人脉。哦，对了，我想参加今年的全国美妆大赛。小袁，有件事我想和你商量一下。什么事儿啊？说。这段时间发生了太多事情，我觉得现在可能不是参加比赛的最好时机。准备比赛想必很辛苦，要不然还是先休息一阵子。不用休息，机会难得。怎么了？杞人忧天的样子可不像你哦。有吗？那当然啦。明天的事儿明天筹呗，反正总会有办法的。你看看我现在就很想得开啊。我原来以为我1年的时间到了，我的日子也到头了，但是呢，我发现你好像没有做实验后的后遗症哦，所以我的心也落回到肚子里了。唉，现在觉得未来简直无限美好呀！突然发现城市的夜景还挺美的哦。江小媛，我一定会找到办法去除你身体里的芯片。好美啊！是吧？是啊。想找回自己。
你真不打算跟他说呀？这芯片再不取出来，那是很危险的。不了，我不想影响他现在的心情。等找到风险最小的取出办法，再告诉他也不迟。你们起这么早啊？我给你们带了早餐，你先吃啊，我跟他说点事儿。蒋博啊，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我想让你陪我一起去参加那个全国美妆大赛，怎么样？我不去。为什么呀？你要是能拿到奖的话，你就可以向所有人证明你是有实力的。这样的话，网上那些恶评都会消散的，生意也会随之而来，没理由不去啊。你难道不知道全国化妆师大赛的主办方是谁？我当然知道啊，星河嘛。但是咱们是正规渠道去参赛，他范小小也没有资格剥夺我们的参赛权利吧？就算你能参赛，范小小是大赛的评委之一，他想筛掉什么人，那是分分钟的事儿。我没希望的，你放弃吧。我都查过了，今年大赛新增设了一条规定，所有比赛的人每一轮比赛的每一个作品都要上传官网，这样避免有黑幕，你懂吧？如果咱们的作品够炸裂的话，范小小他一个人也干涉不了。你仔细研究过报名资格吗？中级证的化妆师都可以吧？独立化妆师要持有高级证才能参加，只有以工作室名义报名参加的团队才能夹带一定的中级化妆师一同参赛。哦，哎，那正好哎，咱们成立一个工作室，你以后再当化妆师也需要工作室的，怎么样？我懒得跟你说。哎，你坐，那个我去帮你拿啊，你坐。来，热的。我是要喝水。哦，我帮你倒啊。我也想喝水。你先自己倒啊。不是，你都什么毛病啊？伺候我上瘾了吗？我之前发你工资的时候，也没有见你对我这么殷勤。你现在是在可怜我吗？你说的这是什么话呀？我不一直都对你挺好的吗？江小媛，你不用再讨好我了，行吗？我不会去参加比赛，我也不打算开工作室。你把我从家里捞出来，我真心感谢你，但并不代表你所有的要求我都会答应你。以你的能力，一谋高就吧。还有，我不想带个拖油瓶。你说这话太过分了吧？要不是小袁，你现在还被范小小关着不见天日。那我就得赶去替林。哎，你们好好说行不行啊？小袁，你先进屋待会儿，我跟他单独聊聊。小袁昨天救你的时候就提过，他愿意继续做你的助理，跟你一起开工作室。你要是不愿意，当时怎么没反驳呀？开工作室哪有那么简单？更何况以我现在的处境，他跟着我能有什么出路呢？他找个好点的团队不比跟着我强吗？看来你还知道自己现在是个什么处境。小袁处处帮你，就算知道你是被范小小吩咐着来监视他，
他都没有记恨，结果你就这么对待他。我招江小媛不是范小小的意思，那是谁的意思？还轮不到你来问我。你还跟我装傻？要不是我们保你，你觉得你来之不易的自由能维持几天？你威胁我？对，我就是在威胁你。我不是江小媛，跟你没情分。你要是不能对我有价值，我何必淌浑水救你？我当时在书房看到江小媛的资料，猜测星河可能会招她，所以我提前把她招到我手里，想着以后能跟我妈谈条件。范小小的书房里，除了这份资料还有什么？我记不清了，当时拿了我就走了。那他为什么关注江小媛？你真的一点都不知道吗？我说了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你怎么就这么烦呢？行，你不想说，我也不会逼你。但这样一来，你对我来说就没什么价值。我现在就打电话给范小小，通知他过来。你把我送走，你准备怎么跟江小媛说呢？你现在想起来江小媛了？你不是不愿意跟他一起开工作室吗？我是为他好。那也要他自己觉得好才行。江博，我会愿意帮他救你出来，是因为你对他来说还有价值。所以他想跟你一起开工作室，你不用顾虑别的，陪他开就是。是吗？你就不怕这丫头以后对我越来越伤心，抢了你的位置？你要是真有这个本事，就试试看。你们聊完了吗？聊完了。他答应陪你一起参加比赛，还有开工作室。真的啊？那太好了！你怎么说服他的？他就是个受虐体质，不习惯别人对他好，怼他两句，什么毛病都没了。那我们得快点行动起来了。距离大赛报名截止不到1个月了，我给你说一下我的想法。来，你坐，你坐。爱奇艺，你先工作去吧，我跟他商量点工作室的事儿啊。哎，我是这么想的。不急，我们先，我可以和你们一起聊。啊？今天就当成我们全体合伙人的初次会议吧。啊？你也要参加啊？呵呵，看来有些人自作多情吧。为什么不带我？你不会没装啊？再说了，你工作那么忙，哪有时间啊？那你没有启动资金吗？我有。小杨，我这有50万，可以全部入股，算你20%技术股，工资5000，提成立万算，怎么样？可以，可以，可以。那我们是不是得给工作室起个名字啊？比如说什么千华？哦，不，晚风，晚风怎么样？死你！那你说叫什么嘛？哦，叫博源，博源行不行啊？我去上班了。嗯，干嘛呀？你真不打算让他入股啊？我不打算。情感这种东西啊，要是和利益牵扯在一起，那就不纯粹了。
而且你的喜怒哀乐也会跟着受影响。如果两个人站在不对等的位置上，这段关系迟早得结束。哎，工作室到底叫什么名字啊？起名字嘛，随便取一个都可以啊。开工作室没那么简单，事情多得很。这不有你呢吗？我跟你说啊，两个人分工效率很高的。我是天才，你见过天才管这些俗事吗？我准备睡了，你自己忙活吧。哎，合着这都是我的活儿啊。哎，这边30。喂，50万啊！太贵了，那我们得再考虑考虑。哦，谢谢你啊。好。哎呀，你快点儿，你站着干嘛？咱们还有那么多店铺没看呢，快点儿！咱们现在只有50万，租完店铺，装修完，再采购一批化妆品，应该就不剩什么了。要是工作室开张之后还接不到足够的订单，那很快你连我的工资都付不起了。虽说这个工作室是因为参赛才成立起来的，但是蒋老板，你可不能再这么无所事事了，要考虑下前景才行。我差点忘了件要紧事啊！以工作室名义参加比赛，必须要有主办方的邀请函。啊？还要邀请函？废话，这种规格的比赛，你以为是哪个野鸡工作室都能参加的吗？更何况我们现在连手续都没办起来，你觉得能有这样的殊荣吗？那就是成立了工作室，还是没有资格报名参加呗。对，所以我就想提醒你这一点，很有可能我们白忙活一场。不要紧，手续我来办，我再想办法宣传一下工作室。哎，你那些老客户都在吧？邀请函的事情你想想办法啊。我现在风评不太好，这件事儿慢慢来吧，我尽可能想想办法，好吧？不是尽可能，是一定。大哥，咱现在要钱没钱，要资源没资源，要口碑没口碑，还树立了范小小这么强大的敌人，以后的路多难走，你自己心里没点数啊？我请你吃点好吃的吧。服务员，拿菜单过来一下。先生，您先看一下。好，谢谢。来，你看吧。这么贵，大哥，咱都穷成这样了，还吃这个呢？走。真走。这是6年前警方提供的事故报告。你能告诉我，为什么怀疑诺亚的死跟范小小有关系吗？因为灯塔系统当初的睡眠舱，现在就在范小小的手上，就是前段时间曝光的诺亚方舟游戏舱。他甚至瞒着所有人，还在继续进行着试验。这怎么可能呢？如果睡眠舱在他手上，那当年坠下山崖的又是什么呢？睡眠舱可是诺亚亲自押送的呀，要是被人调了包，他不会不知道的呀。可能性太多了，也许当时车上的人根本不是诺亚，又或许诺亚在车祸发生之前就已经遇害了。范小小既然能神不知鬼不觉地偷走睡眠舱，又让整件事情死无对证，足见他早有预谋。如果诺亚是被他害死的，
这太可怕了。我一直在想，范小小到底是怎么盯上灯塔系统的？会不会是实验室的内部人员勾结了范小小，一起害了诺亚？这不可能。诺亚挑的人向来都很有职业操守。至于范小小，当年就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小编辑，谁都不会觉得他有能力收购明光实验室，更别提去跟他勾结了。不是内部人员，难道范小小也是试验者，以试验者的身份接近诺亚？白先生，当初灯塔系统的试验总共招收过几名试验者？我会设法去打听一下。这么晚了才回来呀？怎么还没休息啊？还在忙工作室的事啊？我刚整理完资料，想着还有一点时间，就看看别人的工作室是怎么运行的。您见过这种芯片吗？见过，这是我老东家生产的一款医疗芯片。用法嘛，就跟这上面一样，植入脑部，与神经中枢连通以后，可以用来记录人的神经元信号。说起来，诺亚就曾经向总公司申请过这样一批芯片，说是打算给将来的实验者植入，以便对灯塔系统做个升级。可惜啊，他什么都没来得及做，就出事儿了。哎，你这个是从哪儿来的呀？那您知道这种芯片要怎么取出来吗？想要取出倒也不难，就是要等满1年。1年以后，芯片会自动从神经系统上脱落，进行微创手术就可以取出了。就这么简单？难道不会对人体造成任何损伤吗？只要操作得当，当然是安全的。但是要在脱落之前强行取出的话，恐怕会对神经系统造成不可逆转的伤害。被植入的人也要小心避免剧烈撞击，以免芯片错位。怎么了？等我一下。我江小媛立此为证，我欠了祁连一份恩情，以后一定赴汤蹈火，替他办成一件事。如有违背，就让我永远回不了家。我来找你兑换心愿，可以让我加入你的工作室吗？你都把它拿出来了，我还有拒绝的余地吗？你为什么一定要加入啊？我可不想跟你扯上利益关系。沈方舟的美发店不也是我投资的吗？我看中了你的实力，
觉得你们工作室未来肯定能火，趁机当个大股东，多好。就你心眼多。小袁，我只是不想你太辛苦了。再过一段时间，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你俩能不能不要那么腻歪，让我好好睡觉行吗？吵醒他了，我去给你热杯牛奶。一颗种子，它慢慢种出新的这么快就到了，辛苦了，辛苦了。一场旅程，穿过了惊奇还有迷惘。先点啊。街道脚印蜿蜒成故事发芽，日出倒影绵延午后的热浪。后再下一页，也许能书写新的愿望。推开时间的窗，等暴风再次碰撞，漂亮的出发，勇闯或流浪，我都充满胆量。狂潮起头的黎明，爱遇见了约定，我遇见了你。光拥抱那些曾经，我会渴望 love love love， 用注定的默契。吃饭了。狂潮起头的黎明，爱遇见了约定，我遇见了你。光拥抱那些曾经，我会渴望 love love love， 用注定的默契。吃饭了。多少关于我搜寻它的谜底，无论何时能惊奇。快吃饭。喂，江远，你找老师喝多了，你快来看一下啊！啊？高总，我今天真的喝不下了，下次再陪您喝个高兴的。您看，上次我设计的那个盛典的妆容，您觉得怎么样？挺好的呀，对你的实力我一直特别认可。高总，那您能不能给我一张全国化妆师大赛的邀请函？哎，小蒋啊，不好意思啊，我特别想给你这个机会，但你也知道，邀请函不是随随便便就能给的。高总，咱上次不是说好了吗？只要您满意，您就会考虑这个事情。这个邀请函对我来说真的很重要，只要您给我这个机会，今天的活我都给你干了。小蒋，你这是要我把话说明白啊？范总在行业内放下了话，谁要给你机会，那就是跟新华撕破脸。你帮我做设计，我当然乐意了，但犯不着为了你趟这趟浑水吧。强波，你别碰我！
你跟谁发火呢？蒋博，我告诉你，不是看在你妈的面子上，我连给我喝酒的机会都不给你。高总是吧？我记得你以前挺巴结蒋博的呀，怎么了？人一出事儿就急着踩一脚，你可真够没品的。你别拉我，你怎么回事？干嘛这么低三下四的求人？你以为我想吗？我还不是在为我们想办法。可我找了我能找的所有的关系，没有一个人肯给我们邀请函。就算要找机会，也不能让别人这么欺负你。范小小现在把我逼上了绝路。你要是还想参加比赛，就离我远一点，还有一线机会。你怎么说话呢？有没有把我当朋友？即使不参加比赛，开美妆工作室不也是你的梦想吗？祁连，你怎么来了？听说工作室装修好了，我就先过来看看。你可真够烦人的，我本来还想给你个惊喜呢。带你参观一下啊，你看，基本都装修好了。我觉得前期的客人不会很多，所以只购置了2台化妆桌，够咱俩用就可以了。然后这里是会客区，那儿是等候区，整体来说都是挺宽敞的，还有咖啡机啊什么的。哦，这是你的房间，很快你就可以搬进来了。还凑合吧。凑不凑合，工作室都开起来了，明天你就要开始干活喽。干什么活啊？给客人化妆做造型啊。明天下午1点，孙小姐约了你，她要参加一个文化沙龙，你想想给她做一个什么造型？下午4点，唐老师约了你，他要参加一个晚会，你也要给他打扮得漂亮一点哦。你自己好好想想啊。这些活你为什么不自己干？你别忘了，你可是有提成的哦。大哥，我明天1天的时间都被瑞瑞约走了，我可忙不过来啊。反正明天、后天、大后天，咱俩都挺忙的。你哪来那么多订单？忘了告诉你，我之前录了很多美妆视频，然后我还替美发店录了一个视频，特别火。我最近拍了一个视频又火了，所以很多慕名而来的客户够咱俩忙一阵子了。你自己好好想想啊。继续参观吧。我觉得他应该是被我的高效率给吓到了，一时半会儿还抑郁不了。只要让他找到他熟悉的领域，很快他的自信就会恢复回来。怎么感觉你们2个的位置颠倒了呀？现在你更像个老板。可能形势所逼，我成长了吧。毕竟这些事情还是要有人做的。等以后有时间，我还想学点新东西，然后考一个高级证出来。那化妆师大赛的事情，就这么算了？强求不来的东西，应该缘分未到吧。以后再说呗。你开你的车，我就说几句话。
哎，你听过 Niki 这个人吗？他是福布斯排行榜前10的美妆博主，他在08年的时候就已经小有名气，现在已经是全球的顶级网红。他分享的视频得到了很多人的喜欢，他用11年的时间让大家见证了他事业上的成长。他现在的商业价值还有技术已经超过了同行很多专业的化妆师了。你想说明什么？我想说的是，全国化妆师大赛不应该只用专业资格证和内部邀请函来决定。现在很多海外的美妆大赛都对美妆博主开放了报名资格。一旦国内的短视频平台发展起来，这些博主将会拥有巨大的影响力和商业价值，这对整个时尚行业来说也是非常有帮助的。你想让我去找主办方开放美妆博主的参赛资格？这大概是他唯一能参加比赛的方式了。而且这个团体自带话题和流量，对于主办方来说也是一种变相的宣传。对了，这个是我对美妆博主行业的研究报告，你去说服他们的时候可能会用得上。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次的主办方骑士集团是其中之一了。要让你失望了，骑士集团的关系我可能攀不上。为什么？齐茂清他不是你爹吗？范小小是你妈，你不一样攀不上星河的关系。切，不帮就不帮，干嘛火药味这么重？先把我放下来吧，让我白起这么早。你干嘛？你这是要带我去哪呀？骑士集团的门路求不上，但我从侧面打听到，这次比赛的媒体合作方准备把比赛拍成综艺。你的提案，他们应该会感兴趣。今天谢谢你啊，其实工作室起步挺难的，谢谢你帮我介绍生意。跟我你还客气啊，哈哈。小云啊，我觉得你跟以前不大一样。怎么不一样啊？以前我也想帮你，不光是我，还有班上其他同学也是。不过你总是拒绝所有人的好意，什么事儿都得自己干才满意，自尊心强得让人讨厌。是吗？我都不记得了。自尊心强的另一面是自卑，越是怕人看不起，就越要强和排外。不过这次见你，你比之前自信多了。虽然还是没什么钱啊，身上多了一种游刃有余和无所畏惧的感觉，这样很好。可能是经历的事情多了吧，脱胎换骨成长了呗。好了啊，瑞雪，这儿呢。瑞雪，你今天怎么打扮的这么好看？哎，你这唇膏什么色号呀？好优雅呀！哎，你皮肤也变好了耶。是呢，好看吧？都是我闺蜜给我化的妆，这家工作室也是她开的。你们以后有什么需求多找她，她什么妆都会化。我想起来了，我在网上看到过你，搬砖的小仙女，对不对？哦，对，那个视频我也刷到过，我有印象。本尊在此。今天她可以免费给你们试个妆，以后有什么需求多找她。可以啊，那我第一个来。好，在这儿吧。你想要一个什么样的妆？江小姐，
我就不用自我介绍了吧？前2天祁连找过我，说是希望替你们要一张全国化妆师大赛的邀请函，不过我没有答应。动用私人关系参加比赛确实有违公平性。江小姐，你的定力不错呀。我说了这么多，你还能装作若无其事？你的父母难道从来没有教过你，人要自珍自爱，重信守诺吗？祁先生，你要是对我有什么不满可以提，没有必要指责我的父母。好，那我就直说了。当初祁连是为了你，才跟那些小混混结了仇，结果连累他那些朋友都卷了进来，还有一个孩子命都丢了，你装什么糊涂啊？饭也不吃，你看你现在这个样子。刚刚公安局来电话，那帮混混都已经被抓了，一会儿啊，你也要去公安局做笔录。吃饭了。都结交了一些什么样的狐朋狗友啊！为了这些人，失去了自己高考的机会，完全不知道轻重。你觉得你这样做值吗？好好反省一下自己的所作所为。吃完饭，我送你去局里。祁连，我有急事找你，我在理发店门口等你。江小媛。又是这个江小媛。等等。你就是江小媛？您是？我是祁连的父亲。哦，叔叔好。我在等祁连，你知道他什么时候来吗？他不会来了。为什么？我还想问你呢呀，你为什么非得缠着我儿子不放啊？年纪轻轻的就开始学人攀富贵了。他不愿意帮我就算了，我们只是好朋友关系，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你和祁连的事情我都知道，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接近他的目的，不就是为了攀高枝吗？我和祁连的关系不是你想的那样，不是吗？你们家这么多年负债累累，最近奶奶的病情严重，你和祁连在一起，不就是为了这个时候能帮到你们家吗？我今天见他确实是为了借钱，因为我奶奶病情恶化了，我急需2万块钱的手术费。要帮忙不用这么复杂。哎呀，你不适合祁连，还是早点离开他吧。祁连是个重感情的孩子，那段时间他天天做噩梦，高考也因为打架耽误了，精神方面也受到了创伤。为什么他好不容易康复了，你却还要来害他？江小姐，你不就是想要这次全国化妆师大赛的邀请函吗？我可以给你，但请你放过我儿子，永远离开他。
Can you hear me？ 走进迷惘的森林，忘记曾经的拥抱和谁的约定。你傻了吧？回来灯也不开。小袁，我这儿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你要听哪个？你爱说不说。不听拉倒。那我跟你说那个坏消息吧。坏消息就是大赛报名通道关闭了。但好消息就是增加了美妆博主报名通道，只要有一定播放量，还有粉丝达到一定数量，就可以参赛了。你看，海选试题和参赛证我们都给你要回来了。这话太多了，一开始就告诉他报名成功了不行吗？小袁，你刚也傻了吧？笑都不会笑了，太傻了。怎么了？没事儿，我就是突然能参加比赛了，心里特别的高兴。让一无所有的我想找回自己。鼓掌啊！一颗种子，它慢慢种出新的土壤。一场旅程，穿过了惊奇还有迷惘。街道脚印蜿蜒成故事发芽，日出倒影绵延午后的热浪。后再下一页，也许能书写新的你这画的是什么？你告诉我，你这几片叶子是想来干嘛？挡脸？拿回去重画。等暴风再次碰撞，漂亮的出发，用窗或流浪，我都充满胆量。狂潮激动的黎明，爱遇见了约定，我遇见了你。光拥抱那些曾经，我会都忘了 ，love love， 用注定的默契。骄傲的飞鸟才能抵达遥远的海洋。爱也需要做自己最后的信仰。成长，推开时间的窗，等暴风再次碰撞。漂亮的出发，用窗或流浪。我都充满胆量，狂潮激动的黎明，爱遇见了约定，我遇见了你。光拥抱那些全国化妆师大赛的海选已经开始了，本次比赛云集了100家国内顶尖的化妆工作室，他们将在这里为成为国内最好的化妆师而展开激烈的角逐。我搜寻它的谜底，无论何时。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的网络票选选手江小媛为我们带来了一份惊喜。她的水平在一众作品中格外出挑，票数遥遥领先。
网友们都说呀，这次的全国化妆师大赛，涅槃工作室将是夺冠热门。全国化妆师大赛已经进入最后一轮预选赛，50进20，竞争可谓是十分激烈。究竟会有哪些工作室脱颖而出呢？让我们拭目以待。总算是顺利晋级最后一轮了。这届孩子真的不太行啊，一个个创意这么保守，显得他跟个天才一样。你怎么就不愿意承认小袁确实天才呢？这是海选赛，随便眨眨眼都能博个眼球。等他进了前20，才是比赛真正的开始。到时候拼的可是基本功和经验，你觉得他能跟那些大工作室实战好多年的人比吗？给你看看。吃点东西吧。又通宵画方案了。第3轮的题目是什么？春日新娘。那正好是你擅长的领域。这方案不行。佳媛，你这个黑色指甲画的是什么？还有你这头上叠的什么东西啊？你没有看到我加了甜美元素还有清新元素吗？我是看到了，生拼硬凑还不如没有。我觉得这个方案挺好看的呀。小袁最擅长的是给造型做出空间构图和视觉冲击力，这个作品怎么也不比前2人差吧？他这一身的毛病都是被你给惯出来的，你真以为他前2轮完成的很好吗？那也不至于很差吧，要不然网络投票怎么会那么高？观众就图个新鲜罢了，谁会为你的职业生涯负责？1、2次的爆火，真以为自己了不起了？你这个作品，除了生拼硬凑还留下什么？一点灵魂都没有。那灵魂那种虚头巴脑的东西，不是吹一吹就可以了？是我们参赛的选手中是有那么几个是从大工作室出来的，那你拿出来的东西不就那么回事吗？然后评委还在那儿一个劲儿吹啊，你的灵魂好棒哦，好有灵魂哦。行，你要真这么认为，满足你这些哗众取宠的作品，你就趁早弃赛。哎，可是这已经是我拿出的最好的水平了，我已经1个月都没有好好睡觉了，真的很困。不行就放几天假吧，放松放松，说不定还能找到灵感。后天是陈方舟婚礼，跟我回趟洛杉吧。好。还在画春日新娘？没什么思路。那就先吃饭吧。我一会儿要去见个供货商，顺利的话，应该可以解决店里化妆品的采购问题。你这个合伙人也太敬业了吧！所以啊，只能吃的简单点了。咖喱饭，我有没有跟你说过，我最喜欢吃的就是你做的咖喱饭？为什么是咖喱饭啊？因为我当时都快饿死了，然后你就给我端出来这么大一锅咖喱饭，吃的我可饱了。然后你吃了我给你做的饭，还差点把我当成连环杀人犯。这怎么能怪我呢？
哪个正常人会在家里贴那种照片？说起来，我学会做饭还是因为许静阳。他在医院那会儿，我天天跑去给他送饭。那个时候觉得特别对不起他，害他摔断了腿。现在才知道，原来都是梦里发生的事情。那边应该快到了，你先吃，吃完早点休息啊。那你还没吃完饭呢。来不及了。你等会儿，外面冷，多穿点儿。早点回来。知道了。快吃吧。嗯，拜拜。江小云，我们想你了，想死你了！怎么这么好看？你们怎么样啊？当然好了，你看我现在都是初级技师。哇塞，你看我现在都变胖了。你是有点胖，胖，我好像有点胖。你确实也有点胖。哎，你那个美妆比赛的视频我看了啊，我们真的吗大家伙天天给投票，是不是？谢谢。你必须得冲进决赛，我加油。咱们现在是不是得叫你江老板？江老板，我们那股份是我师傅占大头，我是合伙人之一，你知道吧？江小媛，嗨，你好。你说你来也不告我一声。我这不想给你个惊喜吗？走，去我屋坐会儿。你们一会儿再唠啊。怎么走了呀？小人咋这么好看呢？又变漂亮了。你说你来了也不告我一声，你太突然了。来，快坐。哎呀，我给你倒水。哎呀，你可真行啊！你不是快结婚了吗？怎么还工作呢？嗨，这服务行业就这样，客人有需要，我们就得在呀。来，喝水。哇，好暖和。对了，你最近怎么样？我挺好的。对了，你吃饭了吗？我给你订饭。不用了，陈哥，我不饿，你坐吧。啊。陈哥。我就是想多了解一下祁连毕业前到底经历了什么。啊。是不是有人跟你说了什么？祁连他爸找过我了。这样啊。你知道祁连跟他爸关系不好好多年了吗？能猜到一点吧。他也从来不跟我提他爸，我也没问过。他上初中那会儿，他爸有个私生子来学校闹过，后来他爸妈就闹离婚，谁都不要他的抚养权，然后就各忙各的工作，然后就把祁连放在乡下，随便他怎么折腾也没人管他。再后来，杨子的事发生之后，他爸就意识到，祁连也是需要人关心的。难怪他不爱回家呢。他还说，他回家家里没有人等他。他爸的话你也别太当真。只要在祁连最自暴自弃那几年，他遇到了你，他才没有对人生失去信心。我现在还记得，那功夫他拉着我们一起去复习，说什么要跟你考同一所大学。那他为什么没有跟我上一所大学？
杨子的事儿不会真跟我有关系吧？他是为了救我跟杨子，才跟人打的群架，结果受了处分，不能参加高考。而抓我跟杨那个黄毛，又是因为你跟祁连结的仇。那功夫也怪我们，都是半大不小孩子，气头上来了就打了起来。结果杨子不慎摔下了楼，送到医院的时候没救下来。后来祁连也坚持不让我们告诉你。说到这么大的事儿，我都不知道。那祁连呢？以他的性格，他肯定很内疚吧。后来他好一段时间都在看心理医生，他说他只要一闭上眼，就能看见杨子的脸庞。我内功也希望你能多陪陪他，帮他走出阴影。但不知道怎么搞的，你去了重庆之后就再也没回来，就连电话号码都换了，你俩之间就断了联系。谢谢。陈方舟跟我说你在他办公室里哭，怎么劝都劝不住。你们都聊什么了？不告诉你。不告诉我我也知道。我爸找你了吧？他跟你说什么了？让你离开我。不是因为这个。既然你什么都知道了，你不恨我吗？恨你什么呀？恨你害死了杨子，那就太不应该了。但凡我们当年能够成熟一点，也不会酿成那样的悲剧。你爸还跟我说，我当时拿了他一笔钱，就离开你了。那个叫杨子的孩子，之所以会没命，不就是因为这个江小媛吗？杨子的事跟他无关。跟他无关？那你怎么不接他电话呀？你敢告诉他你现在发生什么事了吗？你都告诉他了，你都跟他胡说八道什么了？混蛋！我什么都没说，是他有话让我传达给你。他说他已经考上了自己理想的学校，以后不想再看见你了。不可能！不可能！他还开口跟我要了钱，给他奶奶去看病。
你看你现在还能打通他电话吗？这是他写的字条，你自己看看吧，看看可能不可能？一群狐朋狗友。本人江小媛借走了齐茂清2万元现金，并保证与祁连一刀两断，老死不相往来。当时我气得够呛，觉得你怎么这么狠。可后来长大了，也想通了，你只是想要救奶奶，无可奈何罢了。想必我爸也跟你说了很多难听的话，伤到你了吧？其实我应该找你问清楚的，因为你那么难过的时候，我都没有陪在你身边。而且如果洛杉矶没有遇到的话，没有重逢的话，你之前经历的那么多，发生那么多的事情，我这辈子都不会知道。我只会当成你是无情无义，连句道别的话都没有就丢下我了。江小媛，你不是说以前的江小媛已经死了吗？现在的你是全新的你，我跟他之间那些事儿，你难过什么劲儿啊？我是这么说，但是……好了，别但是了。虽然有些曲折，但我们现在不是开心的在一起的吗？我觉得我们更应该珍惜当下。都过去了，别想了。起来。干嘛？回家。无助的时候，嘿，祁连，我想到春日新娘怎么画。你知道木槿花的花语是什么吗？不知道，我只知道我女朋友现在需要回家休息。哎，祁连，你觉得这事怎么样？是不是？领结都歪了。哦，挺帅的，是吧？哎，小袁，你今天准备这手捧花还挺好看的。这红色的花叫什么呀？红色的是木槿花。像月光落在手中，像流星铺满心中。I could just go anywhere with you. You are my favorite thing to do. 你会不会打给我？深藏的脆弱， My heart only here。 没想到这个灵感还挺有效果的哈。所以木槿花的花语是什么？温柔的坚持，永恒的美丽。我记得木槿花朝开夕落，为什么它能代表永恒的美丽？因为当一朵木槿花开败凋落，它还能陆续生发出许许多多。哪怕是朝开夕落，它的花期却很长很长，仿佛生生不息，源源不断，所以才会有永恒的美丽。那真的跟你很像。不对，是跟你很像。这段时间恍如隔世，要是医院那天没有遇到，真不知道现在会怎样。这大概就是命运使然吧。有个问题，我一直没想明白。什么问题？为什么你都不记得我了，却还记得我的手机号码？那明明是我爸的手机号。那你还背得出其他人的手机号吗？背不出啊，谁没事背人手机号啊？你有没有想过，我们在灯塔系统看到的一切，
都是有现实映照的。那些曾经在我们记忆里停留过的人事物，会以什么样的方式出现在我们眼前？或许恰恰和我们的心愿相依成。你是说我能背出你的手机号也是有原因的呗？高中那会儿，你一遇到麻烦就给我打电话，这个手机号我就没换过。后来出国读书也一直留着它，大概是在等你打给我吧。但是我一次都没打给你吧？是啊，你一次都没打给我，但你依然记得它。即便是去了灯塔系统的事情，你也依旧没有忘记。你嘚瑟什么呀？你不就想说你在我心里很重要吗？嗯？张小媛，你的潜意识从来没有忘记过我。我知道了，你炫耀什么呀？你在我心里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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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重要，行了吧？小袁，今天怎么来这么早？你过来，我跟你说点事儿。你稍等一下啊。20强名单出了。哦，我看了，没有我。我知道大家可能会对部分选手的比赛结果迟疑，所以我们专业评委的评分最后呢也是会拿出来公示的。我们很尊重大家的意见，30%的最后的比赛结果是来自于网络的，但这毕竟是一个专业的比赛，所以专业评委的他们的意见，我们也会充分的去尊重。那对于热门选手江小媛没能晋级，你有什么想说的吗？哦，江小媛，她好像是第21名是吧？对，好遗憾呀，就差一点点。确实，她挺聪明的，而且也很懂得比赛的策略，会博人眼球。但是我们这毕竟是一个专业类的比赛，有业内的标准。光会耍小聪明肯定是不行的。现在的情况很不妙，范小小公布了专业评审的打分，至少在程序上就不存在所谓的黑幕了。我就知道他会这么做。对不起啊，让你白忙活一场。你道什么歉啊？没有你，他一样会针对我。可惜了，20强之后就会录制真人秀。我原本想着你能录上1场也行，没想到这么快。那是因为他怕我们一旦有了曝光的机会就能翻身。要是我也能参赛的话，说不定能夺冠呢。江小媛，我有个问题很好奇，你哪来那么多自信？大哥，有绝世好导师天天在旁边指导，就这么自信，不行吗？行。别灰心，我再想想办法。确实是范总那边的意思，要让江小媛出局。应该是他们星河今年也安排了自己人参赛，怕被抢了风头。有没有可能设置复活赛？不用你说，早跟上面提过了，上面总会回复的。搞复活赛，要么是有人能够提供资源置换，要么就是选手自带流量，否则平台凭什么出面去跟范总谈判？吃力又不讨好。小袁现在的话题度不行吗？差远了。一个新人美妆博主能有多少粉丝？更何况，舆论风向早就偏向范总那边了。不好意思啊，
这次师兄也帮不上忙了。我算是看明白了，他们就是怕我红，红了之后就会彻底脱离他们的掌控。关注你的人越多，他就越不好对你下手。有些秘密到时候就藏不住了。江小姐，看来你没有听进我的忠告啊。齐总，我个人的事情不需要你管。你糊涂啊！被这个女人骗一次还不够，还上赶着替她卖命。我们齐家是不会让这样的女人进门的。齐总，都什么年代了，您门第观念还这么重呢？再说了，我能不能进齐家的门，好像您说了也不算吧？你怎么跟我说话呢？我是祁连的父亲，你看见了吗？他怎么跟我说话呢？要想获得别人的尊重，首先您得是一名称职的父亲。祁连最需要人关爱的时候，您这位父亲在哪儿呢？还是等他肯认您了，我再把您当长辈吧。咱们走吧。唉，气死人了！白跑一趟不说，还多得罪了个资方，这下是真没可能继续参赛了。以后还有机会，我相信上天不会辜负努力的人。对，现在工作室的订单也变多了，即便不靠参赛曝光，我们也可以稳定发展。将来我还可以考一个高级证出来。那句话是怎么说来着？要想得到一样东西，首先要让自己配得上它。哎，我刚才对你爸会不会太过了？不会。可是，他肯定不会让我进你们齐家的门啊。大不了，就我进你们江家的门，上门女婿，收吗？一个想清楚啊，很亏的。不亏，以后你就是一家之主了，记得罩着我。好，罩着你。小袁，小袁，醒醒，快回去睡吧啊！我们现在是在创业，又不是在搏命，累坏了身体可怎么办？快醒醒！走，回去睡。小袁，你没事吧？没事，有点低血糖。低血糖？症状怎么又出现了？我以为我已经克服过去了。小袁，你先吃颗糖。哎，小袁，
你这脖子上怎么有个疤啊？以前是做过什么手术吗？没有吧？什么没有啊？一天到晚稀里糊涂的，自己有没有疤都不知道。这样吧，我给你放2天假，你回去好好休息休息。那咱们店的营收怎么办？我这个做老板都没计较 KPI， 你瞎操什么心啊？赶紧回去睡觉，到时候要是生病了，我去哪找这么卖力的员工啊？走吧，我扶你。啊，让我再歇一会儿吧。你是不是之前脑部做过什么植入手术啊？那个脖子后面有块芯片了。芯片？从你近期的症状来看，比如说四肢痉挛、看到幻影，很大程度上跟这个手术有关。我还是建议啊，你还是到以前给你做手术的这个医院去问一问。那您能看出来我这个手术是什么时候做的吗？从这个刀口来看呢，应该快1年了。你们医院能帮我取出来吗？这个手术的风险比较大，很大概率啊会对你这个神经造成损害。但是如果不取出来的话呢，很有可能还是会对你这个神经系统造成损伤。我还是建议啊，你还是到你以前那个医院去问问吧，毕竟我们对芯片的植入状况也不是很了解。芯片这件事儿，祁连为什么没有告诉我？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了？上次我住院，你让我留院观察2天，就是因为这个芯片吧？你都说好了什么都不瞒我的，为什么不告诉我？没告诉你是担心你害怕，其实它不影响你生活的。影响的，医生说了，取出来会有影响，不取出来也会有危险。我不想像霍伯宇那样。别哭了，我已经找到这块芯片的研发公司了，可以安全取出来的，真的没事儿。好吧，现在除了相信你也没有别的办法。那，开心点儿。你又把我当小孩儿。你不就是小孩吗？走吧，送你回去。如果你还满意的话，下次可以再来。好的。稍等我一下，小袁，你怎么才回来？你怎么了？哦，没事。哦，等你的。你好。你好，我是国际美妆的总经理。我非常喜欢您参赛的春日新娘主题作品，可否方便谈谈合作？啊，好，您坐。
祁连，你托我找的那些参与灯塔系统研发的其他研究员有回复了。这么多年了，他们都各自去了不同的实验室，花了我不少的功夫才找到啊。那他们还记得当初的试验者都有谁吗？记得。当年参与实验的总共就2个人，一个就是你，祁连，你就是灯塔系统的1号实验者。难怪当初你会说自己是诺亚的朋友。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范晓晓，难怪他知道的这么多。但我在实验结束之后，根本不记得明光实验室跟灯塔系统。为什么范晓晓还会记得？只有一种可能，他的实验失败了，记忆没有被彻底的覆盖，还留下了一点后遗症。而且诺亚应该就是因为他，才认定灯塔系统存在一定缺陷，所以向总部申请了芯片，打算在下一次系统升级时使用。我猜他是想治好范晓晓的。是啊，没想到明光实验室突然就倒闭了。范晓晓提出收购明光实验室，而且还跟诺亚发生了几次争执，恐怕诺亚的死跟范晓晓也脱不了干系。难道范晓晓是担心自己的后遗症得不到医治，所以才偷了灯塔系统？诺亚当然不会放任他不管的，何况合同上写的明明白白，责任方是明光实验室，他们只是资金遇到了问题，需要点时间去解决。范晓晓应该是不相信诺亚了。他看到明光实验室打包了所有的仪器，准备迁走，就以为自己被放弃了。我不知道他具体是怎么做的，但结果就是他杀死了诺亚，还调包了运输车上的睡眠舱，利用一场车祸毁尸灭迹，最后带着灯塔系统躲了起来。这个女人疯了。可就算她拿到灯塔系统，又能做什么呢？一开始他是做不了什么，但随着他一步一步往上爬，慢慢有了钱和资源，再利用丈夫送给她的游戏公司，以诺亚方舟的名义重启灯塔系统。她甚至还学了诺亚的做法，重新招来了2名试验者，给他们的大脑植入了芯片。事到如今，只能是报警了。刚才这些都是我们的推测，我们还没有足够的证据。哎，对了，江小姐体内的芯片就是一项有力的证据啊。这款芯片在出厂的时候都会被刻上编码，每一块都是独一无二的。从什么渠道、由谁购买也都是有记录的呀。所以我们也要等一等，等江小姐体内的芯片可以取出了，我们就可以替诺亚报仇，将范晓晓绳之以法。只怕范晓晓也在等着拿到这块芯片。进来。江小媛凭借之前的作品跟我们的品牌方达成了合作，品牌方已经答应为江小媛开批复合同的。他可真有本事啊！那既然是品牌方的意思，我们是不是……我用得着你提醒吗？啊！对不起。
抱歉，我最近不知道为什么，老是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抱歉。没关系的，范总。范总，没事没事没事。您是要头疼了吗？你先出去吧，我自己待会儿。范总，您每一次进入灯塔系统改写记忆，都会遭遇临界点，过不去，您又会借助灯塔系统再次改写记忆，这样循环往复，都已经7次了，您的身体也到了一个极限。要是再这样下去的话，您的整个神经系统也会崩溃的。这么多年，我花了这么多钱让你们升级系统，我等的就是这种答案呢。啊？我要你的解决方案。如果我们能尽快的找到一个成功实验体的数据的话，也就是江小媛脑的芯片，我想应该能够完成升级。不能再等了，要尽快取出江小媛的芯片。要是等她参加决赛，获得更多的关注度和曝光度，就很难下手了。20强决赛的录制将在7天后正式开启，届时请选手自带1名化妆助理，共同完成任务。请助理要不少钱吧？我一个人去得了呗。别人都有2个人，你就1个人，不怕输在起跑线上？他做那活我也能做，能省则省呗。抠死你得了！我就抠。喂，祁连。喂，范总想见你。让他死了这样行吗？蒋先生，范总割腕了。你为什么要离开我？为什么要来到他的世界？江小姐，您再不回来，总裁会着急。许特主，你在我们的世界已经成为了可以呼风唤雨的小公主，而现在的世界，您连生存下去都是问题。您还在留恋些什么？
江小姐，你应该回来，你必须回来，回来，回来！他怎么样了？医生说只是低血糖，但我们都清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白先生，你不是说芯片绝对安全的吗？为什么他现在的状况越来越差，连正常生活都开始受到影响了？芯片本身一定是安全的，我可以保证，它的作用只是记录数据。江小姐最近是不是开始看到一些幻觉了？或是偶尔有头痛、耳鸣、四肢不受控的情况？是，我都不敢问他是第几次了，我怕问了他反而会更害怕。我跟他说过，只要芯片取出来，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可现在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最后到底会变成怎么样。据我所知，这可能是灯塔系统实验者的正常现象吧？正常现象？上一个在我面前的实验者他已经死了。你别激动，别激动。灯塔系统可以给人创造梦境，改写最痛苦的记忆，但实验者终归还是要回归现实的。人的大脑呢，也会本能的对外力做出抵抗。当这两种力量到达某个临界点的时候，就会出现我说的那些症状。不管是你还是范潇潇，都经历过这个阶段。那诺亚当初是怎么帮我度过这个阶段的？你们设计实验难道没有应对方案吗？抱歉，诺亚也是经过实验才观察到这个现象的。当初他给不了你们任何技术上的支持，应该是你自己克服了这个临界点。那范小小呢？他的实验结果是失败，是不是也和这个临界点有关？恐怕是的。所以小袁现在的实验结果都还只是未知数，对吗？那现在就没有任何我可以为他做的事情了吗？真的很抱歉，我记得诺亚曾经说过一句话：天助自助者。祁连，醒了，头还疼吗？医生说你太忙了，有点低血糖。你这么一说，我好像突然有点饿了。等着。特意买了2个你喜欢吃的菜，结果一回来，你就倒在地上了。
我发个朋友圈纪念一下。唉。那个，明天咱俩去约会呗。认识这么久了，还没有正式约过会呢。好。为什么觉得下有点辣？我想骑自行车，我还想放风筝。嘿，无助的时候，嘿，还有我 ，Say hello， 我想你模糊轮廓，慢慢靠近的我，每个角落，现在沉睡中醒来。等待着你很久 I could just go anywhere with you Cause you are my favorite thing to do 像月光落在手中像流星铺满心中 I could just go anywhere with you You are my favorite thing to do 你会不会打给我深藏的脆弱 My heart 江氏集团江小媛，初次见面请多关照。Here for you Here for you 请多关照。你的自我介绍呢？祁连，自媒体人，有幸能与江大小姐共进晚餐，荣幸至至。自媒体人啊，我从不跟无名之辈吃饭的。虽然是无名之辈，我愿奉上一颗忠心，献给公主殿下。你会不会打给我深藏的脆弱 My heart's only here for you Here for you 我今天好看吗？ Here for you 你在我眼里，早就像星辰一样耀眼了。Waiting for you, for you 那你会永远记得我的，对吗？
你从不愿看低我渺小的挣扎，与天真的梦，你不忍叫醒吧。靠近着彼此，骄傲的脸颊，拥抱。我也会永远爱你的。然后相互软化。You are the one I want. You are the one I want. 只有你在这片海上，你的光比细雨晨更明亮。像月光落在手中，像流星铺满心中。I could just go anywhere with you. You are my favorite thing to do. 祁连，你会不会弹给我？朝阳好美。深藏的脆弱 ，My heart's only here for you. Whoa, here for you, here for you. I could just go anywhere with you, 'cause you are my favorite thing to do. 像月光落在手中，像流星铺满心中。I could just go anywhere with you. You are my favorite thing to do. 你会不会弹给我？小袁，深藏的脆弱，你相信我，黎明前的黑暗即将过去，明天将会是全新的一天，你一定会好起来的。祁连，真想时间永远就停留在这一刻，希望我们永远都不要再分开。还有3天是吧？还有3天就可以取出江小媛身体里的芯片了。我要确保万无一失。是范总，您昏迷这几天，蒋博先生每天都来探望您。还有就是，祁连一直在查找睡眠舱的地址，我们是不是要什么呀？最危险的地方往往就是最安全的地方，你懂吗？他根本找不着，除非我死了。出去。请你帮我留意一下范小小的动向。如果他跟某些研究员见面，谈及了灯塔系统或者诺亚方舟的话，我希望你能帮忙留下谈话录音。我凭什么帮你？你心里清楚，这是阻止范小小解救江小媛的唯一办法。下次你过来，我肯定给你打折啊！好，那可真是太好了，谢谢你。不客气，你先忙吧。行。慢走啊！帮我去这里给客人化个妆。大哥，明天就决赛了，你居然还让我帮你做单子。还有啊，你这2天跑哪儿去了？怎么都没见你人啊？
临时有点事儿，就当帮个忙。喂，祁连。您好，请问一下画室怎么走啊？啊，画室啊，你从这儿进去，然后右转，一直走。哦，谢谢啊。他说从这儿往前走，一直往前走，然后往右拐。这好奇怪啊，感觉不像有人在这儿开工作室的样子。他自己的订单怎么不自己做呀？他说他临时有点事儿，让我帮个忙。来了，稍等我一会儿，我马上就画好了。哥，你的车挡住货车卸货了，挪一下。我去挪一下。嗯。你的脸，范总，江小姐体内的芯片还没有到能取出的时候，可能还需要再观察几天。我没有时间了，你必须把她体内的芯片给我取出来。我就是要回收的数据，她的死活跟我有什么关系？范总，我们已经坚持了这么久了，提前取出就前功尽弃了。观察江小媛这么久，我可以确定她已经接触到那个临界点了。只有等她自己克服过去，我们收集到的数据才是有用的。我没有时间了。范总，江小媛和祁连都带过来了。你把祁连带过来干什么呀？啊？先是小博带着录音笔来探望我，现在又把祁连带回来，你还嫌我这儿不够乱？你给我找什么麻烦？抱歉，范总，那会儿祁连跟他们在一块儿，我怕要是不把他带过来的话，他会报警。他跟警察一直有联系，他要是失踪了，警察是不是会查到我头上？
你做事情能不能用脑子？还有你，24小时之内，我一定要回收数据。范总，我想到一个方法，可能会让江小姐提前到达临界点。什么方法？极限的外界刺激。你们都出去，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能进来。是。江小媛，你可真厉害啊！让2个男人围着你转，连我养了这么多年的儿子，也居然为了你跟我决裂。今天你的好运到头了，江源。你一直很嚣张，我最讨厌的就是你们这样的人。但是，就是因为你这样的人，才能让我站得稳。我要让你生不如死。哎呀，这是谁呀？哇，这么俊俏的脸，你是不是不希望看到他毁容？哎呦，不行！哎呀，毁容怎么能让你难受呢？让他疼，你才难受。你也求饶是不是？你也背叛我是不是？范博，你这个样子我真的很失望。你怎么能对妈妈这样呢？
这是对他的惩罚，也是对你们的惩罚。妈，我求求你了，我求求你不要伤害他们好不好？求求你了。你求我？妈。哎呀！你们都来求我！你来求我！求我！妈，你别发疯了！你疯了！疯了吧！你！范小小，你杀了徐景阳，偷走了他的心血，把灯塔系统变成了杀人的工具。我发过誓，你落在我手上的时候，就是我替徐景阳讨回公道的时候。祁连，你放了他吧。你把他交给警察，要是摊上一条人命，小袁该怎么办？小袁，无论今天发生什么，都要去完成你的梦想。记住了。妈，你怎么知道徐景阳的？你怎么知道徐景阳的？你就是那个001，对不对？你是不是那个001？你是那个唯一成功的人，是不是？是不是？你告诉我，你告诉我，你告诉我你是怎么成功的？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吧！你不用，快打120救人！放开我！放开我！动作快！啊！放开我！放开我！赶快带走！幸亏周经理最后关头报了警，要不然你们今天还真是凶多吉少。让一让。等一下。小袁，我不想你再留下什么遗憾，答应我，一定要去参加比赛，好好证明你自己。可以进来了。你放心。
我不想你再留下什么遗憾。已经要去参加比赛了，好好证明你自己。无论今天发生什么，都要去完成你的梦想。江小媛，回去的通道已经建立好了，我们什么时候出发？赶紧就位吧，快一点！你看有点不对劲儿啊！啊？他没事吧？没事吧？什么情况啊？是不是不舒服啊？回去做你叱咤风云的小公主不好吗？不用参加任何比赛，也能做时尚圈最艰难的一批人。到时候星河杂志都得跪下来求你给他画封面。你看看你，你累不累啊？张小媛，你还在画什么呀？通道已经建立好了，再不走就来不及了。走，跟我走。江小媛，没有人可以左右你，现在的你就是真实的你，也只有你可以解救你自己。冷静，江小媛，你可以的。陈哥是谁呀？我帮你解决。我只知道你是我的朋友，你难过的时候，我就应该陪在你的身边。你等一下讲会死吗？非要夹着手做不了化妆师才高兴啊？你可是个闲不住的孩子，你要是喜欢的东西不去抢，那还是你呀。在外头小心着点，别老吃外卖啊，多喝水，不见着奶奶啊。我去店里找你，你不在，我还以为你担心我，你别那么小气嘛，留个回忆，省得我回去把你给忘了。从你在医院里醒过来，我就知道，你一直都是那个江小媛。Give me a reason to live. I welcome you in. I welcome this. 怎么样？还好。陈警官，范小小他招了吗？范小小涉嫌故意伤害罪，已经被公安机关依法立案调查了。
至于他旗下的猛犸游戏工作室也被一并查封，霍博宇的案子应该也和他有关。自从他前夫死后，他继承了星河工作室，而后又成立了游戏公司。据周经理交代，范晓晓患有很严重的迫害妄想症以及精神分裂。范晓晓犯病后，除猛犸以外的公司都由周经理管理，而范晓晓又将公司收益投资给了明光实验室。那他承认是自己亲手杀的许敬阳了吗？是的，承认了。他说，不是他故意杀害的许敬阳，而是错手致死。我们仔细调查了灯塔系统的主机，发现范晓晓说的可能没有错。我们在主机里发现了一段加密的奇怪录音，经过技术部门鉴定之后，发现这段录音是许敬阳在死之前留给你的。听听吧。祁连，第一次想给你留下点什么，竟然就是在我们要分别的时候。就这么结束了，好不甘心啊！我的灯塔系统才初见成效呢。但我非常庆幸认识了你，你是第一个被灯塔系统治愈的人，这给了我极大的信心，让我相信我在做的事儿是正确的。可惜，我已经没有机会看到他成功的那一天了。为了防止在我死后有人别有用心利用灯塔系统，我趁着还有最后一口气，在核心代码里加了一段补丁。如果哪天灯塔系统被人用来进行不正当的研究，欢迎登录灯塔系统，正在为您建立通道。他就会向你发出求救信号。到时候哪怕是你亲手毁了他，也一定不能放任他害人。我承认，我借着你最好的朋友的身份认识了你，这确实卑鄙。你是我最好的朋友，我希望你一切都好。
有时候我也在想，要是我们能在真实的世界里相遇，也一定会是很好的朋友吧。祁连，还记得吗？你是我最好的朋友，我希望你一切都好。接下来即将揭晓的是本次大赛的冠军，他就是来自星河时尚杂志团队的优秀新人吴晓慧，掌声恭喜！恭喜小慧，有请小慧登台领奖。喂，你不会没拿到冠军就想跳楼了吧？你才跳楼呢！我只是觉得有点遗憾，要是第一轮比赛我没有晕倒的话，这冠军肯定就是我的了。你就吹吧，最后的比赛是公平的，即使冠军不是吴晓慧，其他选手也都挺有实力的，包括你。说说你吧，听说你去监狱探望范小小了，是最终选择原谅了吗？蒋先生，范总割腕了。蒋先生，这母子哪有隔夜仇啊？虽然范总平时对你严厉了些，但他心里还是很在乎你的。他独自一人把你养大，这份恩情，你总不能说忘了吧？恩情，他用这恩情绑架我多少回了？是我食言了，但是范总每次发病，谁都不见，他唯独念叨着要见您。恐怕他心里觉得还是您才是最亲近的人吧。其实我一直就没有恨过他，他只是生病了，病得很严重。灯塔系统也许是他认为能够摆脱过去的唯一希望，在极度痛苦中渐渐失去了理智。我们毕竟是母子，更何况他现在得到了相应的惩罚，我也能安心的去追求我的梦想了。那我还去给你当助理。想得美！没我你能行吗？小袁说的对。你怎么这么狗腿子呀？他说什么都觉得对。这哪叫狗腿啊？这叫有眼光。没错。你怎么才来啊？其实我是想说，虽然小袁没有拿到冠军，但他突破了自己的极限，成功取下了芯片。但凡是有眼光的人，就一定会认可。对呀，这么说来，那我是最有眼光的人了。我可是第一个认可你的人，以后我们大展宏图的机会来了。哥们儿，你看你那手臂还能大展宏图吗？你真不幽默啊！你没有听过武林高手断臂的故事吗？没听过。
虽然我们的人生都不尽完美，也都曾短暂的脱离了原本的轨道，但只要我们足够努力，足够自信，足够坚持，就一定可以重新回到人生的正轨。你说什么我都感觉挺对的。我能听到你呼吸，让一无所有的我想找回自己。小圆，奶奶，小圆，拜。哎呦，好看！我说你长得真好看。好了，这就团圆了，都齐了。看看什么呀？看买了啥？烟花啊，大烟花！我最喜欢这个了。饿了吧？奶奶，过年好！过年好，小琪。哎呀，带这么多东西来。进屋去，这冷。走，回家，咱们回家，看看我给你们弄的什么好吃的饺子，都是你们喜欢的。祁连，我现在想通了，无论一个人的起点在哪儿，只要足够努力，足够有勇气，便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是啊，经历这么大的起伏，无论是谁都会惊慌失措的。你跟你爸和解啦？和解了。看你这么珍惜奶奶，我也应该珍惜我的亲人。只是可惜许晋阳了，他创造的灯塔系统帮了我们却没能为他做点什么。放心吧，灯塔系统已经被正规研究院接手了，随时准备投入研发。技术本身其实并不存在善恶之分，无非是看人们如何运用它。许晋阳创造灯塔系统的初衷是帮助人类摆脱心理疾病的折磨，他的梦想一定会实现。你会不会打给我深藏的脆弱 My heart's only here for you 我昨天做了一个梦，我梦到我没有做美妆，而是在陈哥的店里继续做美发师。那样也好，你一定可以成为一个很棒的美发师。还行吧，我最后做了美发总监，每天除了接待客人之外，就是提携新人，然后看着店里的客人人来人往，渐渐就习惯了这种毫无变化的日子。直到有一天，我被一辆车给撞了。那然后你就醒了？然后我就做了下一个梦。我梦见我没有参加灯塔系统实验，奶奶也没有熬住病痛就去世了，我一个人在社会上漂泊了好久啊。最后我还是去了洛杉矶，而且还遇到了你。可是，你居然跟别人结婚了。那你伤心吗？我伤心死了，好吧。幸好是个梦，不然我也要伤心死了。我醒来之后就在想，人生真的存在原本那条轨道吗？还是说我们只是从无数的选择中挑出了一条路来走，无所谓它的正确与否？人生的选择本就没有绝对的对与错。也对，像我们普通人哪有那么多机会判断对错啊？只能是对自己的选择负责罢了。大小姐江小媛也好，落魄的江小媛也好，人生的起点不同，只要自身足够努力，都能掌控自己的人生。就像你现在这样。虽然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唯一正确的一条路，但是我觉得只要我坚持走下去，面对困难，拥有足够的勇气，应该差不到哪儿去吧。
而且我知道的，有一天，即便我脱轨了，你也会把我拉回来的。Waiting for you, for you.